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山河枕，但凡丁禹兮演技差一点，都压不住这群王炸男配。来了！10月压轴大剧《山河枕》。一开始我对这部剧不以为然，看完预告我只想说，妥妥的爆款预备军。山河枕的编剧很厉害。他曾参与了有《绯思藤》《花琉璃异闻》等好剧的改编，经验满满。所以预告中的家国情、爱情、友情、亲情都被编剧刻画得很细腻。导演也不用说，那是真有点技术的。他不仅担任过《少年包青天》《新楚留香》《齐天大圣孙悟空》的拍摄，还指导了《诛仙青云志》《麻雀一念关山风潮流水迢迢》。因此，《山河枕》里他的拍摄技术很高超，不论是光影细节的把控，还是人物的塑造，都很有感觉。正是因为导演的审美好、眼光好，所以选的演员也很棒。剧中有5位男配角，但凡男主丁禹兮差一点，都压不住他们。第1位，丁禹兮是魏运。丁禹兮真的是那种越看越有魅力的男演员。他的长相特别适合荧幕，浓眉大眼搭配轮廓分明的脸型，自带古典气质，网友都夸他是最帅东方不败。尤其是那双锐凤眼，狭长微挑，穿古装的时候特别有韵味。就像在《永夜星河》里，他穿鹅黄色少年装时灵动又鲜活，换身墨蓝正装又立马有了成熟气场。到了新剧《山河枕》里，他穿着金银相间的战甲，搭配上盔甲染血的战损造型，再加上他坚毅的眼神，破碎感和力量感混在一起，看一眼就忘不了。另外，他现代剧里也很出彩，像《月光变奏曲》里是满是少年气的傲娇作家，《黑白森林》剪了寸头又成了沉稳的刑警，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。丁禹兮不仅长相出众，演技兮更是没话说。《永夜星河》里他演的木生，把那种傲娇冷漠下的纯良底色拿捏得特别准。被拒绝时明明难过到不行，还强装狠厉，眼神里的痛苦都快溢出来了。摘发带想死那些名场面，网友都说是眼神教科书。也因为这个角色，他微博涨了超100万粉丝，彻底靠近江流演技出圈了。新剧《山河枕》里他更让人惊喜，从鲜衣怒马的魏家幼子到背负家仇国恨的少年将军，光靠眼神就能看出变化。出狱时的戒备，查案时的锐利，面对长嫂时的隐忍深情，每一种情绪都特别到位。尤其是战损戏份，满脸伤却目光如炬，把家国情怀和感情挣扎都演出来了，还没播就凭片段火了。除了上面这些，丁禹兮还有好多待播剧也特别让人期待，像《花开锦绣》里演从严犯到权臣的赵灵，民国悬疑剧《南部档案》里他演的张海虾要去南洋探案，光想想就很有张力。希望快点播出，让观众好好欣赏一番吧。第2位，傅辛博是顾楚生。傅辛博真的是那种越品越有魅力的男演员。颜值从来都是他最不起眼的优点，却依旧让人过目难忘。从加油好男儿时期眉眼清澈的阳光少年，到如今37岁仍保持着绝佳状态的成熟型男，他的帅极具层次感。古装束发造型露出清晰下颌线，眉眼间兼具温润风骨与利落英气，仿佛从古风小说中走出的男主。现代装穿起修身西装，又自带儒雅贵气，挺拔身姿把简约穿搭穿出高级感，连路人抓拍的生图都自带氛围感滤镜。更难得的是他的帅从不油腻，无论是综艺里的动态镜头，还是剧里的特写，五官线条与骨相优势都经得起考验。难怪被网友说38岁的脸能打赢绝大部分年轻演员。颜值之外，他的演技成长更是让人惊艳，早已摆脱偶像标签，成为实打实的实力派。
非科班出身的他，早年曾因经验不足受挫，却靠熬夜背台词，反复琢磨角色，实现逆袭。如今早已是公认的巨抛脸。光渊里的刑侦队长骆卫昭，仅凭眼神戏和语速变化就塑造出审讯时的压迫感，挚友牺牲时的哭戏更是破碎感与坚韧并存，让人瞬间共情。战火熔炉中的赵和，把国民党战俘到解放军的心理转变刻画得细腻入微，英文台词与军事戏份尽显功底。还有南风知我意里隐忍深情的傅西周，与刑侦角色形成鲜明反差，足见其角色适配度之高。凭借这些多元角色，他不仅拿下华鼎奖观众最喜爱影视明星奖，更被业内导演评价戏路宽广，能驾驭正剧与偶像剧双重要求。而在新剧《山河枕》中，傅辛博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，把顾楚生这个复杂角色演活了。这个为权势背叛爱人，却又在背后默默关注、满心悔恨的角色，充满了矛盾与挣扎。而他精准捕捉到了这份人性的多面性。傅辛博既演出了角色追逐权势时的野心与懦弱，又通过细微的眼神流转和肢体动作，泄露了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愧疚。尤其是面对女主时，那种想靠近又不敢，想弥补却无力的纠结感，被他诠释得入木三分，让这个本应招恨的角色多了几分让人怜惜的层次。不少观众都表示被傅辛博的顾楚生打动，既恨他的选择，又心疼他的悔恨。从早年的青涩偶像到如今能驾驭复杂角色的实力派，傅辛博用一部部作品证明，真正的魅力从来都是岁月沉淀下的演技与担当。第三位，曹骏是楚林阳。提到曹骏，估计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童年回忆杀吧。但你要是现在再看他，会发现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机灵的小哪吒了，反而长成了特别有味道的男演员。曹骏的长相特别舒服，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类型，但越看越耐看，眉眼间特别干净，带着股温文尔雅的气质，不管是现代装还是古装都特别是，尤其是古装造型，往那一站就有种自带的古典韵味，特别符合大家对古风男主的想象。而且曹骏可不是只有颜值，他的演技那可是从小就被认可的。小时候他演《真命小和尚》里的开心，机灵劲儿简直要溢出屏幕。后来《莲花童子哪吒》里的哪吒，又把少年的叛逆和勇敢演得活灵活现。还有《宝莲灯》里的沉香，从懵懂少年到为母寻灯的坚毅，每个阶段的情绪都把握得特别准。这些角色直到现在都是很多人的经典记忆，也能看出来他从小就对演戏特别有天赋。而且这么多年曹骏一直没放弃，一直在打磨自己的演技，所以哪怕回归后只能在《无忧渡凡人修仙传我是刑警》里演配角，也足以惊艳四方，甚至碾压男主。这次他在新剧《山河枕》里饰演的楚林阳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这个角色是当朝大官，一举一动都很谨慎，眼神里透露的都是锐利。看他穿上红色朝服，戴上黑色官帽，和之前的角色都不一样，看着非常惊艳，有那种老片子的感觉。另外，这个角色武功也很好，曹骏再次握起长枪，手腕用力往前刺去的模样，仿佛让人看到了当年的沉香。不愧是当过二郎神侄子的男人，这武打戏就是厉害。同时，这个角色还是女主的哥哥，他保护妹妹时的样子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刚硬，瞬间让人特别心安。总的来说，楚林阳这个角色层次感本就很强，既有面对家国大义时的沉稳果敢，又有面对妹妹时的细腻温柔。而曹骏在处理这些不同面时切换的特别自然，让整个剧情更加流畅生动。其实，曹骏一直都是很好的演员，只是他太低调了，一直默默在演艺圈努力，专注于打磨演技，
塑造好每一个角色。这种踏实的态度在现在的演艺圈特别难得，希望通过山河枕，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位有颜值有演技的好演员。第4位，张天阳是魏俊。提起张天阳，其实他的长相算不上一眼惊艳的类型，但越看越能品出独有的男人味儿。他没有刻意追求精致的五官线条，反而带着几分硬朗的轮廓感，眉骨清晰，眼神沉稳，笑起来时又透着点温和，不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，反而像身边那种可靠又踏实的男性形象。所以不管是穿简单的休闲装，还是古装剧里竖起长发、身披铠甲的模样，都透着古不刻意的英气。而这份独特的气质，也让他在塑造角色时更有优势。比如《雪中悍刀行》里的吕钱塘，他把角色身上的忠义和身处困境的无奈，通过沉稳的眼神和有力的动作演绎得特别到位。哪怕戏份不算多，也让观众记住了这个有血性的汉子。还有《锦绣未央》中，他饰演东平王拓跋汉。东平王的野心混搭傻萌的智商，让张天阳成为具有喜感的反派，被网友封号蠢萌的反派王。这次在新剧《山河枕》里，张天阳饰演的魏俊更是将这份魅力与角色特质完美融合。他是男主的哥哥，一位身披铠甲、战功赫赫的勇猛将军。战场上的魏俊，眼神锐利如鹰，挥剑时动作干脆利落，每一个姿态都透着军人的刚毅与果敢。哪怕只是站在军营中，周身的气场都能让人感受到将军的威严，完全演出了那种保家卫国的热血豪情。可这位勇猛的将军也有着极为柔软的一面，他对弟弟格外疼爱，处处维护，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对方。更让人动容的是他与未婚妻之间的深情，两人相处时，他眼中的凌厉会化作温柔，哪怕只是简单的对视、轻声的叮嘱，都满是藏不住的爱意。那些细腻的互动瞬间，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这份感情的真挚。然而，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将军，最终却为了保护弟弟壮烈牺牲。牺牲前的那场戏，张天阳演得格外戳心。他明知前路凶险，却依然选择挡在弟弟身前，眼神里有对亲人的不舍，对未婚妻的牵挂，却没有丝毫退缩。最后倒下的那一刻，没有夸张的嘶吼，只有无声的悲壮，让无数观众跟着红了眼眶。一直以来，张天阳都没靠外形博眼球，而是靠着对角色的理解和扎实的演技，一步步打磨自己。这次在《山河枕》中，相信他也能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他作为演员的可塑性。第5位，梁雪峰是薛寒梅。梁雪峰绝对是当下演艺圈里颜值与演技双在线的宝藏男演员，越了解越让人惊艳。他的长相堪称建模脸范本，面阔方正的轮廓自带英气，一双眸子黑亮有神，仿佛能看透角色的内心世界。180厘米的高挑身材搭配修长比例，穿古装时是风度翩翩的世家公子，换上现代装又变身阳光帅气的都市型男。尤其是他那肌肉线条流畅的好身材，更是让戏里戏外的反差感拉满。这种兼具周正与灵动的外形，让他既能驾驭儒雅贵气的角色，也能 hold 住妖异冷峻的人设。难怪观众会说他在古装领域杀疯了。当然了，颜值只是梁雪峰的敲门砖，扎实的演技才是他的立足根本。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他，出道近10年，始终在打磨演技。盛世里的王治水带着少年人的青涩与热忱，让他出获关注。云之羽中的花公子身份尊贵又高冷，一个眼神就立住了角色气场。无主之花里的郭凤儒雅深沉，将虐恋中的爱恨纠葛演绎得入木三分。有花在周的宁玄州则切换成俏皮灵动的闺蜜型王爷，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毫无违和感。更难得的是梁雪峰对表演的钻研精神，
在短剧领域甚至开创动态面部捕捉表演法，通过细微的肌肉运动塑造角色变化，还因此成为中戏专项课程的授课案例，足见业内对他专业度的认可。而在新剧《山河枕》中，梁雪峰饰演的薛寒梅更是成为全剧的意难平亮点，将这个忠犬侍卫的深情与隐忍诠释得淋漓尽致。薛寒梅作为长公主身边的守护者，既要隐藏身份执行任务，又要压抑对主子的深情，角色充满隐忍与挣扎。梁雪峰也是精准抓住了这种矛盾特质。面对朝堂纷争时，他眼神锐利如刀，动作干脆利落，尽显侍卫的忠诚与果敢；而在面对长公主时，眼底的爱意藏不住，却又刻意收敛，连指尖微颤的细节都透着小心翼翼的珍视。尤其是那句生死亦无悔的台词，他念出时气息沉稳，却带着难以察觉的哽咽，将角色为所爱之人赴汤蹈火的决心具象化，瞬间戳中观众泪点。这种能让配角发光的演技，正是梁雪峰多年积累的最好证明，也让人更加期待他未来带来更多精彩角色。第6位，丁嘉文是宋世兰。丁嘉文真的是那种让人一眼就会记住的男演员，不光长得好看，还是带着点独特的灵气。古装造型里，他穿起长袍能有文人的清雅，披上盔甲又有将军的英气，既有少年的鲜活，又藏着点心思，看着就特别有代入感。现代装更不用说了，之前演精英角色，西装一穿气场十足，演温柔男生的时候，又能靠眼神和笑容让人觉得特别暖。这种可盐可甜的颜值真的很圈粉。再说说他的演技，这才是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。出道这么久，塑造了好多不一样的角色，每个都特别鲜活，完全不会让人串戏。比如之前在《大理寺少卿游》里演的崔贝，那个角色有点倒霉又很可爱。丁嘉文把那种无辜又无奈的小表情拿捏得特别到位，看的时候总忍不住想笑，又有点心疼他。还有在《一笑随歌》里的凤城阳，从单纯的皇子到后来经历变故的转变，他不用太多夸张的动作，光靠眼神就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情绪变化。尤其是有一场兄弟对峙的戏，他眼里从期待到失望再到死寂，那种层次感真的太绝了，完全能把人带入到剧情里。这次在新剧《山河枕》里，他演的宋世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这个角色特别立体复杂，是个庶子，年少的时候不甘心自己的出身，性格锋芒毕露，为了给母亲郑玉琢，在秋猎的时候还猎到了狼王。可没想到因为抢了嫡子的风头被惩罚，那段时间他满心绝望，后来被蒋纯点醒，才开始收敛锋芒，学着隐忍蛰伏，在暗中谋划着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听说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丁嘉文特别敬业，剧中的武打戏都是亲自上阵，就算拍摄时不小心受伤也没耽误进度。这种对角色的认真态度，再加上本身的演技，肯定会让宋世兰这个角色火起来。真的特别期待她在剧里更多的精彩表现，也希望这么优秀的演员能被更多人看到。说真的，《山河枕》能为播鲜火，真不是瞎碰的。编剧把家国情怀和儿女情长写得特戳人，导演拍出来的画面也特有感觉。最惊喜的还是演员们，丁禹兮的战损将军看得人揪心又心动，傅辛博、曹骏这些熟面孔照样出彩。就连张天阳、梁雪峰、丁嘉文演的小角色都没让人出戏，反而添了不少亮点。他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套路，也不靠流量撑场面，全是实打实的用心。现在剧已经即将开播，要是你还在纠结10月看什么古偶，听我的，《山河枕》赶紧安排上，绝对不浪费你的追剧时间。